记住啊，你永远不要为了拿工资而一直工作下去，工作只是暂时的，你应该用你的工资收入开始慢慢建立被动收入渠道，直到有一天啊，被动收入能够替代主动收入，达到财富自由。大家好，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？工作压力太大，想辞职却没有勇气，因为要付账单、养家，还有还房贷。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尽情的享受阳光、沙滩美食，却被工作和钱拖累，连请假都不敢请。想买个包包啊，看着银行卡的账单，就只能够打消了念头。游戏自由、包包自由、辞职自由、躺平自由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。但是问题不在于自由本身，而在于支持自由的基础。这个基础是什么呢？这个基础就是被动收入。巴菲特说过一句话，如果你找不到睡觉的时候还能赚钱的方法，你将会一直工作到死。所以啊，今天我要分享5种普通人都能够建立的被动收入的方式。被动收入听起来真的很美好啊，那真的存在吗？首先我要说，没有纯粹的被动收入，就是那种你真的一点事情都不用做，钱就会源源不断的流进你口袋的那种好事儿。所有的被动收入啊，都只是在被动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。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？比如说，最简单的银行存款拿利息，并不是纯粹的被动，你还得去银行开个账户，验证身份，往里面存钱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你还要调整一下存款。那你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的区别是什么吧？主动收入，简单理解啊，就是用时间来换钱。比如说，你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就赚到8个小时的工资。想要提高收入的唯一方式啊，就是增加你的工作时间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每个人每天只有24个小时，这是无法突破的限制。那应该怎么办？记住啊，你永远不要为了拿工资而一直工作下去，工作只是暂时的。你应该用你的工资收入开始慢慢建立被动收入渠道，直到有一天啊，被动收入能够替代主动收入，达到财富自由。明白了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先来说一下第一种被动收入的方式吧。第一种被动收入方式啊，就是金融投资中的股票。很多人一听到股票就很害怕，觉得风险很高。对呀，很害怕亏钱，因为不会呀。那是因为啊，你没有弄懂股票到底是什么。其实买股票就是买股票背后的公司，你要买这家公司的股票，就相当于你认同了这家公司的发展潜力，把你的钱借给了这家公司进行经营，那么公司赚到钱，自然就会跟你分收益了。怎么理解？就以我们 A 股的优质蓝筹股为例吧，比如说工商银行这只股票，应该大家都认识吧？它的股票的股息率大概在3%到4%之间，也就是说，假设你买了工商银行股票10万块钱，那么你每年的股息收入就有3000到4000块钱，而且基本上每年都会如此，没有太大的波动。这就比你把钱存在工商银行的银行账户的利息啊要高很多吧？居然还可以这样子呀！是的，股票啊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风险那么大。不过当然也要注意，我刚才说的是股息，其实股票波动比较大的是它的价格。股票的价格可能会涨，也可能会跌，需要你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。既然你选择要享受高的股息回报，那么你就要学会和股票价格的波动做个朋友，不要害怕。那如果我作为一个纯小白，问一下，开始投资股票会不会很难呀？其实啊，投资股票、操作股票还挺简单的，你只需要在证券公司开一个股票的账户，然后啊每个月定投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在你选择股票的时候啊，你需要动动你的脑筋。做完这些之后啊，
以后后续的操作就非常简单了。因为选对股票之后，基本上就是看看账户转转钱。但是选股真的挺难的哈，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投资方式呢？有，如果你不想自己选股，而且害怕自己选股能力不行，那么投资指数基金 ETF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二种被动收入的方式，不需要你费尽心思选择个股，投资指数基金 ETF 这种投资方式适合绝大多数的人。指数基金其实就是一种平均数，就相当于把一堆公司的股票按照比例买入打包，然后再按照每一份卖出去。举个例子沪深300指数基金就是跟踪中国 A 股最优质的300家公司，这支指数基金就相当于把这300家公司的股票买进来打包，然后再按一份一份的卖给大家。沪深300指数从成立以来年化回报大概在8%到10%之间。为什么你会特别推荐指数基金呢？我个人很喜欢指数基金有2个原因。一个是我没有时间去分析个股，每天看行情，这个真的很耗费时间和精力。第二个，指数基金更符合被动收入的目标，一旦开始定投买入之后，放着它慢慢涨起来就好了。虽然收益率不是特别的惊人，但是也很稳定的。具体要怎么操作呢？操作指数基金那就更简单了，和股票一样，你需要开个账户，或者直接在支付宝或微信也可以。每个月在账户里面设置每个月定投多少钱，买入之后一年看一次就够了。除了指数基金，还有什么更稳妥的投资方式？比指数基金还要稳妥，那肯定就是国债了。这就是第3种被动收入的方式，买国债。国债其实就是财政部每年都需要筹集一定的资金，那么它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就是发行债务，也就是向我们普通大众借钱，这就是国债。那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把你的钱借给国家吗？对，国债就是把你的钱借给了国家。国债被认为是最稳定的投资方式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，完全不用担心违约的问题。国债有短期几个月的，当然也有长期30年的，一般时间越长，利率就越高。收益怎么样呢？具体要怎么操作？现在国债收益率大概在2.5%左右吧。操作很简单，就是开户转钱，没有任何技术含量。你可以去银行柜台，也可以在你的手机 APP 上面操作。我觉得国债应该还不错哈，它的利率比银行高一些，然后呢又是纯的收益，完全没有风险的哈。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被动收入吗？接下来就是第4种被动收入的方式，买房子出租。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买房子不靠谱呀，房价一直都在跌。确实房产投资和股票很像，房子升值就像股票的股价涨价一样，房屋收租金就像拿股息一样。虽然现在房地产投资不是很景气，但依然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式，尤其它有一个特别之处。有什么特别之处？那就是可以利用杠杆。比如说100万的房子，现在首付只要15%，也就是说你只需要用15万就能撬动100万的资产。如果现在的租金收益率大概3%左右，那么这比大部分银行存款利息高。如果再考虑上你使用的杠杆，那就相当不错了。这么算下来，收益还不错吗？是的，收益还是可以的。当然，刚开始操作有点难度，因为买房是一个技术活，买错了可能会亏钱。当然，你后期的维护也需要一定的成本，需要和中介联系。那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钱去买房怎么办？这就聊到了我们第5种被动收入方式了，投资房地产信托基金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没听过哈。投资房地产信托基金就是大家把钱凑一块儿，找一个专业的人士，也就是基金经理去管理。
投资的方向一般都是商业地产，比如说商场、写字楼。这种方式和普通人做的方式是一样的，策略就是买入这些房子，然后出租给别人收租金。这种基金的优势是什么？这种基金优势就是你不用选房，也不用管理房产，几乎所有事情都交给基金经理，你只要选择好基金就可以了。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介绍了5种被动收入的方式，从股票、指数基金，然后再到国债和房地产都有。好像每种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哈，适合不同的人。那我们下一期会讲些什么？下一集我们会分享另外5种被动收入的方式，包括共享经济、在线课程等等，这些都适合普通人。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帮我们点赞分享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感兴趣的方式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集更精彩的内容啦。我是建平，我是艾拉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